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本身也没有接触诈骗这个产业，然后去到那边，原来真的很多人受骗，其中我被转卖了差不多3-4间公司。转卖，你在无形当中，你不是损失你带出来那几百万，而是你整间房子都变成把狼给啊！天哪，所以还欠了几百万，没错，好狠哦！总计账好像4-5千万。哇塞，怎么可能？那你这12万哪一年才轮得到你啊？根本轮不到我。对啊，而且大家叫我去报警，我连报警都懒得报警。我觉得你今天在节目上公开他的姓名要谁啊？11点热炒店，抢不辣不上桌。哇！诈骗主题哦，我们节目呢奇怪，那每隔几集就可以做，因为每隔几集呢都会有一个新的手法。对，最近有一个很新的、很火红的，叫做南京大屠杀。男生的男，植物那个茎的茎，跟茎类的茎，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可能观众都知道了哈。就是有一个中年男子呢，假扮成女生，叫做红姐，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了。让我欢迎红姐。那这个红姐呢，在网络上吸引男生来跟她爱，标榜不用钱，就说啊，你就带个西瓜啊，带个1桶油啊就可以。义务。结果呢，他就把这个性爱的过程当中拍下来。那受害男子也不能讲说是受害男子，因为是他们愿意的。对，两情相悦，达1600个受害者。那你会想说奇怪了。你就发现他是男的，你还愿意跟他吗？他这些男的有一种就是贪念啊，贪念，他就想说，来都来了，什么呢？对，就是义无反顾就上，对啦所以现在有一种新的技能叫做通灵术。通灵术是什么意思？灵是0号的0。通灵，就是我常讲那句话嘛，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偏偏你要插粪坑。刚好通那个坑啊，比较有营养啊。哎呦，有人骗财，有人骗色啦，不只是这个事件，其实诈骗一直以来都非常猖狂。对，我们刚刚去年被诈骗的金额1300多亿。哎呦，对，所以我们节目也有义务要告诉大家，现在诈骗手法有哪些，大家要小心不要被骗。对，就是看我们节目也笔记下来哦，就是预防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各种故事都听一下，很重要。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有邀请到一些有过来人啦，被诈骗集团，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红姐白云哥，太漂亮了吧！谢谢。隔壁的是川普赵哥，不得了了。再来就是最近一直在打工的海产，自己也成为被诈骗的主角。没错，接着是阿文，好来这边的玉安律师，好，玉峰哥，大家好。罗曼姐 ，Hello， 大家好。好，那我们就那个事不宜迟哦，来看看。我第一个，我们来找一个限量精品。卷钱见人，哇，很严重，很严重啊！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对呀，这是很新的事情，这个是很新的事情，这就是我，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打工，我要来打工。为什么？这次被骗啊，就是刚好我其实没什么钱的人，他还可以借到我，他是用周转的，然后这个人很厉害，他就是可以限量精品的做限量精品代购，你要跟他买精品，其实都买得到，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圈内。就是歌星介绍给我的，一个唱歌手介绍给我。这种认识的真的很容易相信，真的是歌手，这件是真的事情。我跟你讲，就是朋友，所以你对他基本上已经很相信了。你要跟他买东西的时候，他都可以生出来这个东西给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好，那唱台语的，唱国语的，唱国语的，唱国语的，我得过金曲奖。你先让我把故事这个故事讲完，对不对？你们不要那么八卦。好，那这个故事就是精品，我都可以买得到。你都来讲八卦，还说我们怎么那么八卦？好，精品买到这当然是很厉害，因为限量的其实要买，其实要很难。然后一开始买我们就已经很相信的，而且已经买过几次都有成功。我买过2-3次都有成功，真的是精品啊，而且都是而且很多新品是在还没发售的时候他就拿得到哦。所以又是歌手背书，表示他是有一定的实力在，一定的手腕、一定的实力。然后出门也都是开名车，然后家里又住在那种正市区里面，其实蛮厉害的。所以你不疑有他。然后再后来2年之后，他3不5时会跟我。要周转一些钱。他跟你借钱的理由是什么？自己也都在赚那么多。他说这个精品要吃，因为他那个精品有时候你买一个精品要配货的，
所以他要吃很多货。你要一个50万的包，但是你可能要对，可能要这样买个马克杯，对，你可能要买什么30个地球仪、地球仪之类的这种东西。好啊，你就相信他，不疑有他也是这样借他，而且他我跟你讲，因为他说那我帮你登录那个会员。就是你刚刚那个精品买，它有会员，然后我那个百货公司的会员进来之后，我还变成钻石级的，钻石级的要日消费100万你才能变成钻石级的。所以他是真的有去买，真的有这个东西。后来他开始要调大，3万5万都有还，再来就是这次是跟我借12万哦，这次要借比较大笔。我说可是因为我这个人也不是说太有钱，然后这也是我要缴那个房子钱，但是你要记得还我，就是我就真的是不疑有他，就是借他12万块钱，然后时间要到了，对。我要跟他要的那一天，已经拖到已经1个月，他已经讲1个礼拜，然后拖到1个月要跟他要的时候，我完蛋了。我看到我自己的那个 Facebook 的他被开副本了啊，怎么了？他跑掉了，而且这件事情也是我看到，也是知名歌手，其他知名歌手有发的哦。我还问他说：“你被骗很多吗？”后来我听到说他们被骗200啊。那我可能要不回来，而且这件事很烦，因为200都要不回来，你要12万，我才12万而已哦，而且很多就是素人朋友们他说什么要不要去，有的人去报警去冻结他账号了，可是我想说算了，人家要报警哦，是人家事，你千万不要去，因为你才12万而已，对。10万也是借10万，难看。10万还是要借。重点是他好像就是我跟你借10万啊，我在跟赵哥叫我说赵哥你也借10万，那你转到我的账，你就转到他的账户就好了。结果我跑掉，你去警察局报警了。对。就搞到现在很多歌手的就是账户们，我们都变成警示账户，会查金流啊。而且我真的很善良哦，因为我开始我想说，好，我才被12万而已，但是我又没办法，我就开始拍我这个打工的影片。第一天拍出来，新闻就爆出来了，哇，那个人还打电话给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不好意思。我差12万而已，那你可以不要公开我的长相跟照片吗？你们够倒霉，人家200万还没有干这么还没那么绝。对呀，我跟你讲，我也没有公开哦，我还鼓励他哦，我说好，那你要加油，我说这笔钱我希望你可以赶快就去步上正轨之后还我这个钱，好不好？我这样子很不舒服。他有答应你吗？他说好，对不起，他就跟我说对不起，好的。然后他总记账零零总总弄了多少钱？我跟你讲，总记账好像4、5千万。哇塞，怎么可能？那你这12万哪一年才轮得到你啊？根本轮不到我。对啊，而且大家叫我去报警，我连报警都懒得报警了，因为根本没有用。在全凭证弄来也没有意义啦，根本轮不到我啊！根本前面还这么多人，根本轮不到我，而且他也不怕。我觉得你今天就在节目上公开他的姓名跟长相，对呀，他就怕了。对啊，谁？算了啦，歌手也爆出来，连讲都不敢，连透露一点都不敢。对呀，歌手啊，我跟你讲，歌手那么多，人家文安姐讲谁，他就算嘴巴不能讲，可是人家都敢写出来。对，是不是？对呀，把歌手讲出来啊！歌手没有那么多，哎，我们都有小本本，我们都写出来帮我写小本本啊！大家对他很信任。我们他是一个不要这么激动，你鼻子快掉了。借我看一下，没有，我不会给镜头看，你不用担心啦，因为我刚刚角度看不出来。哦，他真的很难讲。赵哥以为这是金额，不是，他是团人。我也是金额，就不是。这个团体名称随便讲出来，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人家就知道数字了，人家等下5、6被发现怎么办呢？你要讲出来，人家就知道不是数字啊，但不是566，是说这3组人跟你保证，只要讲出来不会有争议，说是谁，不会大家都认识，那就烧掉，那就烧掉。哎，那这种事怎么处理？律师？对啊，这种事怎么处理？我遇到这种事情，还是你会觉得算了，才12万而已。我觉得反而觉得正是因为海产你的金额很少，所以你搞不好你有机会先拿回来。哦，真的吗？反正越大条越难拿。对，因为他一次拿不出那么多钱啊。那而且海产你又是媒体圈里面的人，你上次你不是拍了一个短影音，然后他就怕你要讲出来嘛。我觉得你当时你应该利用那个机会跟他说，好啊，那不然对你先给我一半之类的。算了啦，我如果现在讲出来他还我影片也没办法继续拍了，你知道吗？他想等一下会留下来打工，是真的哦。我等下留下来打工哎。他真的，他待会这集录完，他要留下来到我们最后一集，他要留下来打工。有我打很多钱吗？时薪什么很多钱？时薪啊，那很惨哎，很惨呐，过得很不好。但是像海产遇到这，其实比较不算是诈骗。你这个去告诈骗的话，其实比较不会成。你这比较算是一般债务纠纷，因为他是用跟他说借钱嘛，对，周转投资。对，那他买给你的包也不是假的嘛，除非说那个包真的是假的，你就可以去告他诈骗。完蛋了！但是你们这些人跟他听起来是只有债务纠纷，那可能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是要跟他约定说好，就是我们写借据，然后你要还我钱的是什么时候，然后要付利息多少钱。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格局很小，就说没办法，我就之前遇过类似的状况，就这样跟他讲。来，新型产业链告也告不赢。
对，这个是我今天要带来的一个案例。最近其实大家都知道嘛，不是很有所谓的黑楼，人家讲黑楼就是说黑的律师楼，专门是帮诈骗集团这个打官司。好，最近有一个女律师不是也是卷入这样的案子吗？好，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例子也是这样的律师很多，对不对？没有啦，我们大部分律师都是还是很奉公守法，然后非常兢兢业业的，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情。红姐不以为然，对呀。可是我知道的，像为什么这些律师后来会沦落的原因，是因为真的诉讼费非常高。好，那先讲这个例子是他们与时俱进的部分是，他们也会比方说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比方说虚拟货币，还现在最流行什么黄金买卖啊、金豆子啊。今天这个例子是他就是当时是透过所谓的LINE的群组。然后呢，加入了所谓的买卖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案例。刚开始，你真的会很开心比方我买了1两的黄金，好，然后我就可以有多少的退趴，然后中间呢可能有多少的利润利息，反正它就会如实的让你拿到，你就觉得说，很划算前面一定都会先让你拿到累积信任，钓鱼嘛，对，就钓鱼嘛。好，这个其实不是今天讲这个例子的重点，重点是你吃到甜头之后，你会觉得说，那我买1两，我不如一次10两啊，100两啊，我有说哈，那我就是赚的更多嘛。这一个呢，受害者他当时就觉得说，我自己手边我也没有这么多资金啊。那这个LINE里面就有这个版主就跟你讲说，你可以你想想啊，反正去跟大家这个所谓的集资啊，这个是一个方法。第二个，脸皮薄，有没有不动产？他就想说，对。我有个房子，那我就去借贷啊。可是借贷去银行借贷，可能呢现在又什么要审核啊，那借贷的那个所谓的你要还款的利息又高啊，各方面，他就告诉你说，我有认识的代书。好，有认识的放款的人，你会气看买吗？你就把房子交给我，我帮你处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那会不会我的房子被骗怎么办啦？沈先生，不要担心啦，我们有律师帮你做公证。而且白纸黑字，你只要把房子弄好，文字啊看清楚，律师帮你过好之后，你就交给我就对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新型的产业链。可是呢，他也觉得说，你做红本的呢，我也不用去找银行，然后利息又低，不用自己找律师，然后呢，结构算严谨了。好，非常严谨。他聊了聊说，杜少没关系，我们有配合5星级饭店的主持，现在委托打麻帮你弄一套法国料理。对，让你吃得饱饱再签约。他看了所有相关的文件，他也觉得真的是安全，没问题。然后呢，他就把房子就交给了这个来做所谓的这个律师啊，还有公证单位。就也是非常顺利的钱就带出来了。这时候他讲说，那我当然就是返回去嘛，投资嘛。好，投资回去之后，后来发现刚开始1个月，哇，那个得到的那个红利，让他真的是吹就把球，我可以不用工作了呢。那个利息可能我回去，我可能要缴利息干嘛都还有剩。然后呢，那个心就大了，就很开心。后来讲说，我是不是在加贷？所以一笔一笔的加贷。有一天突然间，钱没有来了，那人呢？快点啊，要处理啊！然后这时候一翻两瞪眼，才发现就是说，他的那个什么房子，原来是已经被人家。那个所谓的当时的，比方说你要有一个什么借贷啦，然后抵押设定啊，全部都改人了。没关系，我停损。我这时候因为我房子还是我的啊，我赶快去找中介，帮我把房子卖掉。问题来了，怎么了？房子不能动。为什么？他房子不能动，已经被抵押了，已经被抵押啦。设定啊，刚刚提到你有抵押设定的话，它等于就是民间的2胎啊，你没有跟他涂销，你是无法。转换那个所有权人是，而且你等于是说，你上面虽然你是这个房子所有人，但是你已经变成最大的债权人。然后呢，房子所有人是当时呢设定的人的那一个人的了，所以完全你在无形当中，你不是损失你贷出来那几百万，而是你整间房子那变形把郎啊！天哪！所以还欠了几百万，还欠了几百万，没错，好狠哦！所以他说他几乎真的已经真的很不想活下去了，该怎么办？他说让他最痛苦的是什么？他
那时候还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然后还在找那个当时诈骗他的人，然后也去报案了。可是这时候他接到了一通电话，就看到那个电话来电，就是他找的那个人呐，那个良心发现啊，他想说天哪，终于那个看到曙光了，他终于可以那个脱困了嘛。然后那个人跟他讲，他说你在哪里？我们赶快解决啊！好，然后呢，对方跟他讲说，我现在在机场哦，再见哦，我要去度假喽。有礼貌，天哪，要走还跟他说一声，对他不是礼貌，他这个叫吃人不吐骨，对，你知道吗？他还最后还插你一针，就是让你痛都叫不出来。哎呦喂呀！挂了电话之后，从此人间蒸发。我讲的这个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大家要非常的小心。就算他跟你讲说我有律师，然后律师帮你拟好的什么合约，然后白纸黑字，我跟你讲，我们不是内行的，还是可以钻漏洞。他可以找出漏洞，让你跳进那个坑。我常讲说，你如果没有情绪，就不会被勒索；你没有道德，就不会被绑架；你没有存款，就不会被诈欺。没错。那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存款还是不会被诈骗？没有啊，就是我的人没有贪念。3天前呢，我一个朋友跟我扯东扯西说介绍企业家朋友上市公司干嘛的，好3年后呢，我可以分到1000多万。我信嘛，不被他信啊。我就跟他讲说，人世间只要是高报酬、高分润呢，一切都是有鬼。其实我就是在讲他嘛，因为是他推荐我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是啊。对啊，然后我还跟他留了一步一脚印，逐梦踏实。好摩羯哦。我就说我追求的是简单生活。你现在要很注意，一定是他们的目标。我就鼓励他说，人要过简单生活。他问我什么叫简单生活，他以为我要讲那个佛经那一套。鸡汤啊？没有啊，我说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有人跟我领去代言续签5年啊，然后多少钱啊，一次就付清啊，然后呢，我也不跟他们分期啊，这就是我的简单生活。简单暴力。对呀，就是这样嘛。粗暴啊！好，来说。假借名人骗财骗色这一定是红姐要讲的故事。其实是这样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白云的哥哥然后呢，这已经10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们看着你没有办法听你讲话。好了，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呢，以前呢，我哥到现在他是一个健身房的高阶主管。你有办法用这个造型模仿的彪哥吗？哎呦呀！不行呐！是安尼啦，感谢各位你不要乱玩啦！今天是在讲诈骗呐，忍不住啦。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乱枪打鸟了，然后他就打电话到，比如说他有北中南，他有很多的那个分驻地嘛，然后就打电话去，然后就里面的小姐会接嘛，然后他就跟他讲说，猜我是谁呀？然后。那里面的那个柜台那种都是大学生嘛，我知道了，你是Marco哥因为他的声音跟我哥很像Marco哥。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厉害就是他会照着你的那个话尾下去讲没有错你的我跟你讲你现在在那边有没有认真怎么样？有Marco哥我都很认真，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就说对我没有你的赖那你给我那个你的赖嘛你把照片传给我因为。等于是我哥他一个人，他要面对很多分店嘛，所以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熟，然后他就传给他，他看这个姿色颇优的，然后就开始下一步了，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呢有金主呢要包养你，1个月25万。其实那个女孩子有被打动，然后就说你不要随便跟别人讲那是因为你才有的。然后后来我告诉你那个后天的那个金主会到台中来，然后你晚上如果方便的话，你跟他们去唱个 KTV 因为这个本身这个红杏的这个人呢，他的长相不是很 OK 啦。然后后来你知道吗？后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改变，他变成这个金主。然后去 KTV， 他假装自己是一人分饰2角。天哪！对，他也是我的哥哥，编剧是他，也是 Marco 哥，演员也是 Marco 哥。哇塞 ，Marco 哥一直没有出现，只有声音出现而已。然后他就是演那个金主嘛，他很大方，他就给他5万10万。真的给。那为什么会真的给呢？他后续就跟你讲，其实接了下来公司比如说要投资什么呢？你呢？
我给你投资1股20万，就是这个金主直接跟他讲，那你刚才给我10万、20万的，我一定会。反正他是真的，你不是骗他真心的觉得他要上岸了。他之前会给他5万、3万、7万，到后来他就不给他了，但他投资有进来啊。那他在什么情况下会给他3万5万呢？就是他们碰面的时候。唱 KTV 的时候。KTV， 然后碰面不管零用钱，他以为就说包养，对啊，不管约去哪里嘛，约去你喜欢的嘛，麦当劳吃东西也可以啊，对不对 ？M 开头的就好了嘛。对啊。完了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讯息都这个挡掉了，封锁了。然后这个人一紧张，那个女孩子一紧张就打电话问我哥，Marco 哥，你上一次不是说有那个金主那个怎么样？我哥莫名其妙，完全不知道自己，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有吗？我什么时候打个电话给你啊？怎么样？后来是记者打电话找我，他说：“白哥，你哥哥被人家冒用，然后去怎么样？”我说：“啊，有这回事哦。”是记者从警察那边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再问我，然后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当下马上跟我哥讲说：“你马上传一张你照片给我，然后你知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他刚好我的电话跟他挂断之后呢，他们公司就来了那个一张那个，比如说我们说电话记录了，然后就开始说，本公司现在有人冒用什么什么高级主管怎么样？对，就在讲我哥，就这件事情。结果这个事情呢，他好像骗了4个女生就在这个健身房这个，哇，已经4个女生，后来被抓到了嘛。后来我看报纸才知道他关1年，才关1年，这绝对有。这个就是重点啦，对，罚则太轻啦，对，罚则太轻啦，好了，那一下就出来啦，对，好了，事隔11年之后，2023年他又被抓到了。后来我哥看电视的时候，这个就是当时假冒我那个新闻写说呢，他变成什么银行高阶主管，哇，换了一个身份，然后有 VIP 客户，用1人分饰2角，对，1人分饰2，但是他听说全部有8只，下次能不能突破1人分饰3角以上？不止，他有8只手机，然后那个报纸还写说他几乎天天晚上他没有在睡觉，他就一直传简讯，他一个人马上分饰川普，马上分饰红姐，马上分饰沈玉琳，马上说白嘉琪这样，这么厉害，他可以这么厉害，然后后来银行也被他骗了很多，就是那个后来。高阶主管他也问说不对啊，那个请问一下总经理，那有这回事？那是骗人的。后来全部你知道吗？总讲女生被他骗了150几万，然后4个女生，还有1个人是半年，如果他需要就来了，就骗财骗色，好厉害哦。好，接下来神棍的棍。神棍消解业障就是金刚杵的意思，对，双修的那一种，类似是一种法器。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的那一种，就是说有灵通的有玄奇的一些功法的人然后在山区开个堂、开个庙，那其中有一个被害人，他就是小资女孩，但是呢工作都很不顺，恋爱也很不顺，然后呢怎么找到这个，我们就叫他叉叉居士好了，怎么找到他的？在脸书上面很多人在分享怎么找了他之后啊，小朋友的成绩变好了，会考都考第1名，满级分，然后找了他之后呢，工作都升迁了，找到他之后男朋友回心转意了，然后他就去，你知道吗？非常的便宜，你去找他问事一次只要200块，可是呢去了2、3次之后他觉得没准，那把戏吧。怎么工作还是不顺，男友还是没有回来。后来呢，这个叉叉居士呢脸色一沉，就说：“我昨天就知道你今天要来，所以呢，我去观了你的元辰，去看了你的前世今生。你上辈子呢是一个胖员外，你借你的这个势力奸淫掳掠了30个良家妇女，所以呢，你今世不把这个业障给弄干净，消解业障的话，你不止这辈子会过得很辛苦。”你下辈子还要继续，你下辈子你可能会堕入畜生道。哇，那这个小织女就很紧张啊。那个叉叉居士大师要怎么化解？对，他就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要把你的业障给化开。你上辈子怎么对付人家的，你这辈子就要承受这样的业报。所以呢，他要干嘛？他要被这个叉叉居士。跟他行房30次而且他还要给这个居士钱因为他说居士说这个很消耗他的这个修行，他的道法，对，所以他每个月要供应他5万。
你知道吗？他一个月薪水才3.5万，然后还说就是为了他这件事情，他还要先沐浴更衣，然后呢，对，净身，然后呢3天都不吃荤的什么的，因为你不净身的话会很臭。对呀。后来呢，他都觉得很谢谢这个叉叉居士，他觉得很谢谢。他怎么发现这个居士是怪怪的？怎么发现的？因为他有一次记错时间了，他提早上去的时候，因为他在山上嘛，对，他竟然发现这个居士怎么在土鸡城吃土鸡，吃荤。对你不是要那个吗？后来他才去问了朋友赶快带他去问警察先生，所以才发现说这一切都是假的，一切是因为他吃土鸡成的鸡，被对就被识破了，然后还去打他的前科。其实这种人一定以前都干过一样的事情，然后他的前科呢是从南部发迹。第一次被抓屏东，第二次被抓高雄，第三次被抓台中。然后呢，他一次被抓，他进去关就换一个地方，通常都1-2年而已啦。然后呢，他就好像慢慢练鼓一样，每一次他都精进。然后呢，他从他的客单价慢慢的从南部到台北，慢慢涨，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关越厉害。对，越关越厉害，真的是这样。因为这种他不会成为新闻嘛，对，他不会成为新闻呢，反正呢，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摇身一变，他没错在骗。那我觉得我最不能理解为什么要马赛克？为什么要马赛克？对。你马赛克，我们永远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我觉得这种人为什么要马赛克？必须要直接把他，你看，是啊，我红姐有没有？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电视台不得不码，因为这是涉及到性犯罪，因为你这样的话可能会被主管机关处罚。请教李律师，为什么马赛克？对啊，对，为什么？其实很多法律的依据是应该是说个资法啦，因为个资法是会有刑责的，所以其实媒体啊或什么的都会很小心。那个资法有一些例外状况，例如说跟公益有关或是怎么样的情况是可以公开个资。那你这个个资的取得必须，例如说假设它是放在自己的脸书是公开的，那你现在播报这则新闻，而且是有确定判决书出来的话，那你为了避免更多人在受害被骗的话，你公开他的名字或是照片的话，或许情有可原，你就是有一个理由去说服法院说，哦，我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公开。但是媒体不太敢动辄就是去公开全名或者是照片，是因为万一互相对，那你来告我还要在那边发律师函回应你，我还要去做笔录，我还要干嘛？那我为了免这麻烦，我就码掉就好。这个以后是要立法委员去修法吗？有修法的空间啊，针对是不是要修？对啊，不修我就把你立法委员都找来。对，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死了，姐很霸气啊！好，来，接下来是收服恶鬼，净化环境。哇，宗教系的，听起来在做好事啊。因为就是之前主持外景的节目还有常常在节目会讲那些阴阴阳阳的东西怪力乱神。其实对讲久了以后难免就会。不知道是心理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就讲久了以后，难免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外面的窗户有个什么声音或者是楼上邻居凌晨2-3点冲个马桶的那种声音你们吓一跳，都会觉得怪，就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或者是对，常常就会那个叫心不自在对，会常常会觉得魂不守舍这个样子。那现在这个样子的事情一拖也拖了快半年。有个朋友是跟我讲，就说有一个老师很厉害，是真的厉害，平常不太是跟人家在看的，大部分都要去找那个老师，而且要排时间。他说可以为了我安排看看老师有没有时间，来我家看一下整个风水状况这样子，不用钱大家就是结缘，交个朋友。朋友前一天有跟我讲是说，他说那个赵哥，我跟你讲，我们做人还是要实在一点。虽然人家老师客气说不要钱，你意思意思，包一个红也好，不要人家说不要钱，你还当真不要钱。我想想也对，但是我心里面想如果他来讲的不准，或者是不那个的话，我包没道理所以当时我就准备2包右边口袋的红包是3600，也蛮左边的是2万。讲得准，我们当然是给大包。如果讲不准，3600应付，好歹我们也是个艺人，也不要难看嘛。那老师也就真的来带了一个助理。当天到的时候，我还不是约那种奇怪的时间，我是约正午。这大中午就没什么好讲了吧？绝对不会有太什么的事情。老师来看的时候，那我的礼貌性带来逛一下客厅餐厅房间阳台厕所稍微有个动线带一下，绕一圈，再让他老师整个看一下。突然走到后阳台的时候，老师居然喊了一声“包”，
哎呦，把我吓一跳。对，我就马上跳起来。我说跑什么？吓死我！对，我就马上转头。我说老师什么意思？跑什么？刚开始我嘿冲过去，你没看到吗？无形的呢，我就有点不高兴。我说老师，你不要开玩笑，大中午哪有什么黑的东西？对呀，你在骗谁？来，我们到客厅。他就带我到客厅，老师就很聪明了，他说：“你放心啦，我早就知道来你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来，他就跟助理暗示一下。助理从那个皮包里面呢拿了一个葫芦出来。他说这个葫芦啊，你就放在客厅的正中央，把那个瓶口给打开。如果有那个不好的东西来的时候，会吸进去。对，我这个葫芦呢上面有咒语，会把那个东西给吸进来。我当时心里想。”我再笨也不会把葫芦放在客厅，我一定会放我房间，因为我要睡觉干嘛的话，对不对？应该保护我啊。那当时这样一弄以后，我就很感激老师了。我说老师，那就谢谢啊。那我就很客气，所以你拿那个2万的多少钱的那一包？我是拿3600的。我说老师，谢谢，今天真让你跑这一趟，真的不好意思。我说我知道你有说不会收我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我。聊表心意，我这样手的红包一过去，老师手一推一接，他一摸那一下就知道不用，这是薄的，所以他就对他就说，哎，不用了，我们说过不用就不用，他就给我推回去，那我就知道3600搞不定他，要拿你这3600，宁可不要，难看嘛，所以我罩子也很亮，马上顺手一收下来，不好意思，我拿错了啊。是这一包，可是你这动作很奇怪啊！谁会准备2个红包，不是很怪吗？你听我讲啊，老师也不是第一天出来社会的，老师有没有收？我那一包厚到一个不行，他手一接过一摸，他就微笑下。那赵哥不好意思，贪财了，把2万拿走了。好，这个事情以后就走了。可是很奇怪了，那1个礼拜。我还是一样睡不着啊！我还是会葫芦已打开了，放在房间里面了。打开了，可是还是一样会偶尔会心悸，有没有可能或者是会发抖？他跑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盖盖子，所以他就跑进去了，流进出来。我如果知道他来的话，我应该吓得跑掉了吧？我还给他关起来。没有啊，你就感觉到不对的时候，不要跑，他就再进去了。因为真的很严重，就还是觉得不对劲。我还是去。听朋友讲，对，去看一下医生吧，去挂一下身心科。后来检查出来，我是那个自律神经失调。一开始不去看医生，早知道你就把那2万块拿去当医药费。那个智商，你后来看身心科吃的药就比较好了。对，医生有讲压力太大，是压力，要让自己放松。对，其实要放松，然后尽量不要给自己很莫名的压力，然后尽量就是有去郊外走走啊，放松一下心情。赵哥这个事件啊，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罩门。怎么说？艺人的偶包。你3600拿出来，他那个手这样不要就算了啊！你为什么要去拿那一包？谁会准备2个红包这件事情？我怕你还硬是要把它挤出来，不用啊，对不对？他不要就算啦。我怕人家不要，到时候出去怎么乱讲我？什么小气的偶包啊？你就是偶包啊，是他不要的啊，你有给啊？包2万他就没得讲啊，给了啊。好了，再一个飞去杜拜沦为诈骗工具。直接去都不去了，很好啊。是的。阿文，你本来是干嘛的？我本来是以前都是做餐饮业的，对，自己开店。就跟朋友一起做，这是你亲身的案例嘛？对，亲身的案例。2021年的时候，3月多的时候，我们火锅店收起来。那个时候我在想说，我还能做些什么工作？因为我那时候习惯滑脸书，我就看了一个那个招聘广告，他说，游戏文字客服，游戏公司的文字客服，有些玩家他会留言啊，问一些问题，这样子要回复。管理人对，这个工作他薪水是落在差不多5万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应征的时候啊，他还有开视讯，是一个台湾人，然后说，你以前有做过那个游戏文字客服的工作吗？那你打字快吗？我本身那个时候打字不快，1分钟才30个字而已，那算很慢哦。对啊，对。他们都花冤枉钱，又不是要比赛，我一追上你就要知道有鬼了。对啊，很慢，很好。事情光到这一步，你就应该知道其中必然有诈了。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啊，其实去国外
这个机会不多啦。对，然后就是在跑出国流程的这段期间，要验核酸，然后跑护照，因为我第一次出国。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问我朋友嘛，他说这个会不会有危险？中东杜拜不错啊。应该是不会骗人的啦，而且你这个薪水没有到很高，对啊，然后我就慢慢的提交资料。他如果跟你说1个月50万，你反而会怀疑的。对，我想说哇，中东结果哇，那噩梦的开始了，真的噩梦的开始飞了。就2021年5月20号那一天，我就飞了杜拜。飞了航程是差不多8个半小时啊。到了杜拜以后，还要举牌子哦，那个某某某那个什么公司欢迎客服欢迎你。对，他就说某某某的哪间公司啊，然后请往这边走。对，然后出了星巴克，上了保姆车，就要求你把护照交出来。我心里想说奇怪，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要交护照。结果那个你就交出来了，死定了，车上所有人被逼着把护照交出来。然后我们第一个园区就是那个永利园区。你这进园区了？我就直接进园区了。那不是已经飞到杜拜了吗？对啊，所以原来那不是真的杜拜，它是真的杜拜。但是它的园区在杜拜里。它的园区在杜拜里面。杜拜有园区。它的杜拜园区是在沙漠旁边。哇，那柬埔寨的待遇还好一点呢，起码人家还不在沙漠里。待遇，你那个瓦西莫狼啊，搞在沙漠。因为园区嘛，然后他说我们这边其实工作也很简单啊，你就打字啊，跟客户聊聊天就好了啦。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那我要回家。他说你回家你要回什么家？你业绩都没有做出来，你想要回家啊？都把你弄来了，把你骗来了。对，我都把你骗来了。对，他的那个护照被收走。对啊。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本身就不是干诈骗的，你叫我学诈骗。你会不会太强人所难？然后就开始打了，是真打那一种吗？那时候是真的打。你这么瘦弱被真打，那被那也看不起。然后我想说，那没关系，我试试看。你开始决心要学诈骗，我就开始试试看。人只要肯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的。对。诈骗也跟所以你开始展开了一段很励志的学习诈骗的过程。但是呢，我完全都没有骗任何人，因为我觉得良心过不去。良心啊，那个 paper 是什么？对啊，怎么骗？人家怎么骗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呢，他们一个手机，我们说他们做那个欧美盘，他们会配一个模特，然后用模特下去打视讯电话对，然后取信被害人，对啊，然后我呢，我是算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等到聊，等到要开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账号聊死，就是因为风控，因为他们所有的号都是买来的，然后就聊，把它聊死啊。然后聊死的意思是什么？聊死的意思就是聊到让对方不想再聊。比如说我今天去买手机账号，然后他被风控了。风险控制，对不对？风险控制啊！一个风险控制。发现这个号码，你不要把你们那个产业的专用术语要。他要表示他是真的有去过，有学会。还有对，你都没业绩，你还要去背脚本啊！你要说那个标普500啊，然后那个。就是一大堆的术语啊，对，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接触诈骗这个产业，然后去到那边，原来真的很多人受骗，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被骗，我到现在都还在想说，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居然会被骗出国，看起来不像聪明的人。大智若愚啦。那你后来怎么有办法回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1分钟打字这么慢，对。后来为什么有办法回来？因为其中我被转卖了差不多3-4间公司，还转卖，因为文哥他的业绩不达标，那肯定 KPI 就跟球员一样啊，被释出啊，对啊，就是把你当成自由球员了。那你知道你自己的价码吗？知道，都知道，是越卖越高还是就是越卖越高啊？你还被越卖越高？
对，他找下一个冤大头他接你，找另外一个间公司嘛。我的前东家3万接我下一个东家他卖我就要卖5万，因为他机票什么东西你来都包含在里面，成本。对啊，你后来怎么有办法离开的？联络到第4间公司，我要说这个不行啊，我没办法做诈骗啊，真的是没办法。对，承认自己不是你一定要对。我说你一定要救我啊！对，你跟第4间公司这样讲，因为第4间公司它是就是里面有跟我还不错，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帮我找人家来接我啦，就看什么公司也好啦，都没有关系啦。对，所以你就向他求救。然后说好，那你你用那个公司的那个工作机发地址给我，但是对，他就找人家来救我。那一个园区里面有栅栏，然后差不多2层楼高吧，因为我1.8米嘛，你用跳的，我就爬上去那个栅栏，它有门把，对，硬跨上去以后，我的这边呢都有被割到，对，然后跳上去以后，因为声音很大声，它有那个碰撞声音，然后警铃就响了，然后我就上车了。然后上车以后，他就直接往杜拜市区跑，所以你就上到你朋友的车了。对，我上到那个救我的车，然后我就去到卡帕那边，那个杜拜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卡帕。对。然后他说啊，你也是算可怜啊，算了，你不要做业绩了啦。对，你来我这边打杂，就是当清洁人员啦。对，然后可能说比较简单的事情给我做，然后就是供我吃供我住，然后我再想办法让你回台湾。那他们人很好。对啊，就真的帮你。是你这你被卖给诈骗集团，这样不是大材小用了吗？然后诈骗集团就帮你救了你这样的。对。所以因为这样就可以回来了，存到一笔钱。也没有回来的时候没那么简单，因为呢，本身呢你跑了那么多路啊，跑路了，对，你欠人家那么多钱，每一间公司都就去告你经济纠纷啊，对，然后你包含说我自由了一段，因为我在杜拜3年2个月，我还跑去杜拜办事处，他说年轻人你怎么来你怎么去啊？对，你们年轻人其实都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哦。对，然后所以台湾的官方单位也不鸟你就对了。有去1次啦，然后就是那个嘴脸，算了，没事，反正因为我觉得每一条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就要是自己去承担了，因为没有人。你中间为什么不用逃的，对不对？为什么不用逃的？你知道吗？因为杜拜所有的物业。写字楼的物业啊，其实都是地方官方政府勾结啊，所以你报警没用，没有用，警察自己人啊。所以你能够回来，真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对啊，幸好遇到好人。对，然后后面呢，就是回来，最主要是在2024年6月26号那一天，那个杜拜的。驻阿布扎比的那个国安机关下去抄这个园区，你才被救回来，我才被救回来的。但是呢，被救回来有一个前提哦，他会问你是不是黑手党成员？哦，不会啦，看起来就不像。对，看起来蛮老实的。啊，听说你还被羁押42天，对，被电被打，还被电哦。对，那个因为他们里面白袍里面他们有养军队，军队是雇佣兵，他们都对，因为在杜拜当地。的诈骗，就是一定是有骗到政府高官吧，还是什么的？因为他们是中东国家、穆斯林国家，然后就是前3天都不给你吃饭啊，只给你喝水，就是差不多4-5千人都关在那个难民集中营阿布扎比，先剥夺你最基本的需要，对，让你可以说，然后等到你真的饿到受不了的时候，他就给你喝水喝。他就给你水喝，然后就开始侦讯了。把你的手铐起来，然后里面有翻译，问你说你是做什么的？对，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说我们是我直接跟他讲说我是被骗过来的，但是我听那个其他的外国人说你们就是黑手党啊。
对，然后就电击，你对，是拿电击棒这样子，拿那种就是电击枪，不是电击棒哦，电击枪，强耶！电击枪有4个孔，电击棒只有2个孔而已。哇，你都已经被电出学问了，9死1生哎。对，因为我后背也有4个孔，怎么可能？真的吗？真的真的，可以看吗？可以秀出来吗？可以秀啊！来看一下，你长过这里，哇，这真的有被电到，真的有痕迹耶。那我看你侧腰这边也有一个疤，也是被打的吗？是你说那个逃出来的时候跨那个跨栏的时候，那个一电到，是不是马上人会倒在地上？真的是倒在地上啊！啊，真的立刻失去。他倒在地上，他还要一直就是踩你、踹你。对，然后后面就忍耐，因为同行当中没有其他台湾人了，全部都是各个国家的人，然后里面福建人最多，因为他们福建人全部都很年轻。对，然后呢，我就经过了42天。遣返回台湾，遣返回台湾的名义是非法劳务打工。就是一个这么普通的罪名，他搞到你被打被电42天呢。但是就是这样子就送回来，我也觉得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说你是被骗去的。对，那就非法打工嘛，就是非法打工。但是必须要这样子的名义，你才有办法回来。所以我觉得阿文真的是很感谢啊。真的感谢。那你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现在在就是工地工作，然后晚上的话会去就是虾皮的电商店铺包货寄货这样子。踏踏实实，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啊。因为我觉得万般被骗啊，皆由贪念起。这是我常讲的道理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贪念。对，但是也很谢谢你耶，愿意来分享赤裸裸的故事。对啊，这个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教材。是，因为台湾很多人都这样子被骗去呢。对啊，杜拜也有啊，柬埔寨也有啊。对，也要多多小心，互相提醒。好，谢谢大家分享，谢谢。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